这是当今最强的迷你电脑，我不知道它算不算是不讲武德，还是武德太充沛。数一数 CPU 的这个框框，一共16核32线程，难以想象迷你电脑会有32个线程，而且还不是大小核架构，是清一色的大核。所有的性能测试表明，它的成绩遥遥领先，完全碾压其他迷你电脑的 CPU。小主机还有远超一般核显的独立显卡，能畅玩 2K 游戏，发热管、式风扇、强大散热支持，达成了 CPU 和 GPU 高性能释放。它不但有 WiFi 7，还在迷你电脑上首发了最新的 PCIe 5.0 NVMe 接口。大家好，我是老白，今天我们将为大家介绍装置 AMD Ryzen 9 7945HX 16核32线程标压移动 CPU 以及 RX 7600M XT 8G 移动独显的 Milis Forum 明凡 G7PT。 AMD Ryzen 9 7945HX 其实是 AMD 2023年就发布的最顶级的扔式移动标压 CPU， 但是直到明凡发布奥特曼 G7PT 才是它第一次实装于迷你电脑。虽然代号 Strix Point 的今年新品 AI9HX370 已经发布，但我不认为它会强过 7945HX。 还有 Strix Halo 虽然没有正式发布产品型号，不过16核 Zen 5 CPU 和44CU 的 GPU 性能也肯定是非常顶的。抛开集成的核显，大家认为这3颗 CPU 的强大性能，谁会更厉害呢？当然，我们也要通过以后的小主机测试来检验它们。明凡奥特曼 G7PT 装置 AMD Ryzen 9 7945HX 16核32线程的移动标压 CPU， 装置 AMD RX 7600M XT 显卡， 8G GDDR6 显存， CPU 内置 Radeon 610M 核显，双通道 DDR5 内存5200兆赫兹， M.2 PCIe 5.0 和 4.0 的 NVMe 接口，3屏显示输出， 2.5G 网卡加 WiFi 7。 黑色的大盒子，我们把它打开，主机和配件都在这儿，电源线、HDMI 线缆、力狮磁吸底座，使用提示。这板砖大电源是19伏15安，一共300瓦功率。入手挺沉的，小主机是碳纤维和金属混合机身，设计与做工品质还不错。正面下方有奥特曼的品牌 logo。前面板性能模式切换键，可以在高性能模式和平衡模式间切换。USB 3.2 进 2C 口， USB 3.2 进 2A 口， 3.5 毫米前置音频口，这2个小孔是机身麦克风。后面板 DP 2.0 接口， HDMI 2.1 接口， USB 3.2 进 2C 口，可以输出 DP 信号，3个 USB 3.2 进 2A 口， 2.5G 板载网口，后置一组音频口，有音频输出和麦克风输入。顶部有电源开关键，底部有19伏电源接口。轻轻揭开磁吸上盖，很容易啊。2块方形的 RGB 光源，卸下周围一共10颗螺丝，把方形的 RGB 光源取出，发现背板上有电源连接线，拔掉电源线，另外一个也拔掉，拿出咱们的薄型撬片，从这里塞入撬开，也很容易。钢板啊，怪不得很重。让我们看看背部有2个风扇，双 DDR5 内存插槽，最高5200兆赫兹， WiFi 7无线网卡，没有对叠。继续拆掉带风扇的散热器，
这么大一块散热器算豪华吧。卸下这4颗螺丝，轻轻揭开，背部有散热胶垫。这是一根支持 PCIe 4.0 的 NVMe 插槽，这是一根支持 PCIe 5.0 并兼容 4.0 的 NVMe 插槽。进入 BIOS， 内存显示最高5200兆赫兹。这里可以关掉 RGB 的 LED 灯带。在前面板上按压性能模式切换按钮，指示灯变成红色，表示已经切换为性能模式。今天我们以性能模式为基准进行测试。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我们打开 i.6 跑 FPU 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 功耗直接下滑到85瓦，并保持一条直线，整机功耗130瓦左右。CPU 频率运行在 3.7 赫兹，随后一直保持。在单烤的1小时05分钟内，明凡奥特曼 G7PT 7945HX CPU 功耗一直保持85瓦，实时温27度的情况下， CPU 温度最高保持在不到71度， SSD 温度最高上升到 47.5 度，温度很低，散热效果惊人。我们首先使用明凡奥特曼 G7PT 小主机的 Ryzen 9 7945HX 来转码，看看实际效能如何。最后结果是6分39秒，共计399秒。这个成绩比第2名的548秒提高了整整149秒，太快了，又一次刷新纪录。CPU Z 多线程 14094.5， 单线程 760.2， 多线程性能超过第2名 50%。 Geekbench 5多核 19919， 单核 1994， 多核成绩超出第2名 40%。 Geekbench 6多核 16689， 单核2852， 多核成绩遥遥领先。Cinebench R3 多核 32113， 单核1950， 多核成绩超过了第2名 60%， 太厉害了。Cinebench 2024多核1719， 单核114， 多核成绩超出第2名 50%。 Passmark 多线程 58456， 单线程 4231， 多线程成绩超出第2名 60% 多啊。综合来看，目前这台奥特曼 G7PT 的性能发挥就4个字：遥遥领先。接着看娱乐大师，总分2454254， CPU 得分1559800。我们还给这台 7945HX 运行了 OpenDouble 测试， AES 9899195， XX20 4155290， CoreMark 916,347， 在 CoreMark 成绩上超过了90万分，领先第2名超过 50%， 表现不错，遥遥领先。明凡奥特曼 G7PT 除了有超强的 Ryzen 9 7945HX CPU 加持以外，它还装置了 RX 7600M XT 独显，是首台得到 AMD Advantage 认证的迷你主机。我们先跑 3D Mark 的测试， TimeSpy 10949， Firestreak 31051， SteelLoman Lite 9885， 以上几乎是 780M 核显的3倍多。压力测试稳定度 99.2%， 把 3D Mark 的测试数据也做成了图表，我们来看一下。 Firestreak 31051分，超越了 ROG Lock 和阿麦奇 MEA 这2台友商的迷你主机，一台装置了 8G 的 RTX 4070M 独显，另一台装置了 16G 的 RTX 3080M 独显。 TimeSpy 10949， 这个成绩要低于带 NVIDIA RTX 显卡的2台友商小主机，不过远远超过了我们以前测试过的独显迷你电脑 Edge X99G 和幻影峡谷。而 RX 7600M 的 Cinebench 2024 GPU 图形得分只有5059，明显低于 RTX 4070M 的10811和
和 RTX 3080M 的11994。接着来看 7600M 的功耗表现。我们先单考 RX 7600M， 看到它顶到肺，最高跑到了130瓦，这就是它的最大能力了。接着加入 CPU-Z 压力测试来双考， 7600M 跑在120瓦， 7945HX 保持在85瓦，稳定输出。接着来玩游戏，地平线5 2K 极端画质，打开2倍抗锯齿，不开 FSR， 普通场景70多帧，复杂场景60多帧。挑战一下地平线5 4K 超高画质，打开2倍抗锯齿，不开 FSR， 普通场景60多帧，复杂场景50多帧。荒野大镖客2 1080P 超高画质，运行评估测试。平均帧99帧。继续挑战荒野大镖客2 2K 超高画质，运行评估测试。平均帧76帧。古墓丽影暗影 1080P 最高画质，运行评估测试。平均帧135帧。2K 最高画质，运行评估测试。平均帧85帧。我们来对比一下几台小主机的 3A 游戏表现。地平线5 4K 较高画质， RX 7600M 平均只能跑到54帧，相比 RTX 4070M 和 RTX 3080M 的72帧还有一段距离。而荒野大镖客2却反过来了，无论是 1080P 还是 2K， RX 7600M 都能稍稍领先。古墓丽影暗影 1080P 下和其他2台小主机差别不大，只有 10%， 2K 下差别拉大了。英雄联盟 4K 最高画质，全程240帧，没啥波动，这点就把其他2台小主机比下去了，是和强大的 CPU 有关吗？原神 4K 高画质，跑起来战斗起来稳稳60帧。星穹铁道 4K 非常高画质，跑起来60帧，这就是 7600M 独显带给我们的网络游戏体验。这块显卡的性能算是迷你主机中非常强大的了，但比 4070M 和 3080M 差一些。比如玩地平线5，相比上两者，不管是 2K 还是 4K， 都需要降一档画质，或者打开 FSR， 帧数才能相当。既然有了 8G 的 RX 7600M XD 独显，我们必定会让它跑大语言模型测试，还是贪吃蛇编程问题。最后结果是 35.39 token 每秒，还不错，和 ROG Luck 的 4070M 一个水平，而且只需要 0.26 秒它就开始响应了，也行啊。显示接口输出 HDMI 接口最高支持 4K 144Hz 10位 RGB 非压缩显示信号输出，满足 HDMI 2.1 的标准。DP 和 Type-C 接口输出 DP 信号，最高支持 4K 144Hz 10比特 RGB 非压缩显示信号输出。我们这台显示器支持 DP 接口超频到 160Hz， 超频后 DP 和 Type-C 接口能够支持 4K 160Hz 的10位 RGB 非压缩信号输出。索尼 OLED 电视连接 HDMI 线缆，小主机能够输出 4K 120Hz 10位 YCbC-R 444非压缩信号。
RX 7600 XT 视频解码，最高能硬解本地 8K 60帧 AV 视频。YouTube 8K 60帧 AV 视频可以流畅播放。PCIe 4.0 NVMe 硬盘测试4800兆 每秒，达到了 PCIe 4.0 X4 的普通入门水平。PCIe 5.0 的硬盘太贵了，英瑞达 T700 1T 就要1600元，实在是太不人道了。现阶段真是不值得购买啊！请把冤大头打在公屏上。能跑到11000兆 每秒，很厉害。WiFi 测试，联发科 MT7925 WiFi 7无线网卡跑上了860兆 bps， 算是我的无线网络环境中非常好的水平。618购买了 BE7200 Plus WiFi 7 AP， 贴脸测试，只能跑到接近1700兆 bps， 不知道是网卡还是我的 AP 的原因。Intel i226-V 2.5G 网卡，我们也使用了 IPv 3，测试了内网性能，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都接近 2.37G， 跑满了带宽。这块 2.5G 网卡没有兼容性问题。明凡奥特曼 G7PT 装置了 Ryzen 9 7945HX CPU 和 RX 7600M XT 独显 ，CPU 85瓦的性能释放。GPU 满血120瓦的性能释放，我们直接列表给大家看。双考时整机功耗刚好300瓦，待机最高功耗 27.2 瓦。按上面这些结果，咱们300瓦的板砖大电源很悬啊，要看冗余负载是否能撑得住。室温27度的时候 ，CPU 待机温度50度 ，GPU 待机温度46度 ，SSD 待机温度36度。这台小主机 CPU 100%满载的时候，机身噪音是48分贝左右，受惠在耳边是接近37分贝。这台小主机双烤 CPU 和 GPU 85瓦加120瓦，压力测试满载的时候，机身噪音是53分贝左右，受惠在耳边是接近41分贝。明凡奥特曼 G7PT 装置了 Ryzen 9 7945HX CPU。和 RX 7600M XT 独显 CPU 85瓦的性能释放 ，GPU 满血120瓦的性能释放。本机的散热结构是双液晶加8热管加4风扇，是为了 3A 游戏性能而设置的。在目前的散热条件下，散热优秀，静音也很出色。接口配置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双存储是 PCIe 5.0 和 4.0， 特别是 PCIe 5.0。读数上了11000兆 每秒，还有 WiFi 7，理论上能跑 2.5G。小主机前后都有音频接口，给一个好评。3显示输出接口 HDMI 是满血的 2.1 的。当然，这台小主机最强悍的就是 CPU， AMD Ryzen 9 7945HX 16核32线程，目前 CPU 最强的迷你电脑。最近几十天的 CPU 性能大战终于要告一段落了，你方唱罢我登场，来来往往都称王。而 7945HX 在这个榜首位置可能会停留较长一段时间了。说到缺点，我绝不会说是双 RGB 映射图案，因为它在 BIOS 可以关闭的。缺乏雷电式或者 USB 4接口可能算一个。总结一下， CPU 85瓦的性能释放，登顶迷你电脑排行榜首位，而且是大幅超越第2名的芝士登顶。8G 显存 7600M XT 的表现还行，关键是也能快速跑大语言模型，比肩 RTX 4070M， 做工优秀，散热静音都优秀，各种接口齐全，接口兼容性完美， CPU 性能、图形性能、接口、散热、静音、设计、做工它都有非常好的表现，还有超前占未来的 PCIe 5.0 和 WiFi 7， 它就是目前最强的迷你电脑，没有之一。如果能弄成黑苹果，是不是会很强啊？真是期待啊！因为独显迷你电脑一般不便宜，
所以我们把它推荐给需要使用迷你电脑玩 3A 游戏大作的朋友们，也推荐给要用独立显卡来搞 AI 创作的朋友们。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了，我是老白，谢谢大家的观看，再见。